杨紫的又一部商战大女主剧《家业》正式官宣，引发了众多关注。这部剧融合了非遗传承与商战元素，讲述了一个家道中落的女子如何在困境中崛起，最终成为商界传奇的故事。作为杨紫继《国色芳华》之后的又一部职场奋斗剧，观众对她的表现充满期待，尤其是商战戏份预计会更加紧凑、刺激。让人稍感遗憾的是男主的选角韩东君。相比杨紫的强大号召力，韩东君在商战题材的驾驭上似乎稍显不足，让部分观众对两人的合作效果存疑。毕竟，一部优秀的商战剧不仅需要女主的成长和拼搏，更需要男主有足够的气场与张力，与女主形成势均力敌的互动。尽管如此，两人是首次合作，或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火花，也让人更加好奇他们会如何诠释这段关于家业与梦想的故事。最近，杨紫凭借《国色芳华》再次向观众展现了何为真正的演技，也用实力证明了谁才是95花的佼佼者。这部剧自开播以来便热度居高不下，跌宕起伏的剧情，扣人心弦的商战博弈，深情动人的友情与爱情交织其中，让无数观众沉浸其中，笑中带泪，回味无穷。国色芳华不仅仅是一部讲述商战的电视剧，它更像是一幅层次丰富的人生画卷。剧中，杨紫塑造的女主角机智果敢，在风云变幻的商场中披荆斩棘，以坚韧不拔的意志迎难而上。她的成长轨迹充满了励志色彩，让人不禁为之动容。同时，剧中人物之间真挚的情感也成为一大亮点。友情的相扶相持，爱情的温暖与守护，每一个情感转折都充满张力，既让人感受到人性的温度，也让人深思生活的真谛。不得不说，这部剧的精彩不仅仅来源于剧本的扎实与情节的紧凑，更离不开杨紫精准入微的表演。从角色的眼神到微妙的情绪变化，她的每一次诠释都充满层次感，真实自然，让观众完全沉浸在角色的世界里。他用细腻的演技赋予角色灵魂，让人相信这个人物的存在，而不是单纯的在看戏。这样的表演，无疑是杨紫作为实力派演员的最好证明。可以说，《国色芳华》不仅让观众看得酣畅淋漓，也让杨紫在演艺道路上更进一步。她用角色感染人心，用演技证明自己，也让大家更加期待他未来的作品。要说这部剧的槽点，那绝对绕不开秦圣义这个角色。他简直是让人恨得牙痒痒的反派代表，作恶多端，机关算尽，简直死有余辜。从一开始，他就充满了算计，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，不仅阴谋不断，还一次次试图给女主和男主制造麻烦。可以说，他的每一次出场都能让人气到拍桌子，而他的最终下场虽然让人拍手称快，但仍然觉得不够解气，甚至希望编剧再加刑一些，让他的恶行付出更惨痛的代价。虽然剧中有商战情节，但篇幅实在不够多，反而更侧重于角色之间的情感纠葛。原本以为会有更多紧张刺激的商场博弈，结果却点到为止，商战戏份远远没有达到让人酣畅淋漓的程度。每当商战戏到了关键时刻，往往被情感戏或其他情节迅速带过，让人感觉少了一点真正的较量。明明前期铺垫了那么多，结果商战冲突的爆发却有些不够尽兴，实在让人意犹未尽。如果能增加更多策略对决、资本博弈的部分，相信这部剧的观赏性会更上一层楼。再说到女主这个角色，原本以为会是一个果断独立、杀伐决断的大女主，但实际表现却有些不尽人意。她的聪慧与坚韧固然毋庸置疑，可在许多关键时刻仍然显得不够果断，甚至过于依赖男主的帮助。
无论是事业上的危机，还是人际关系的处理，男主似乎总能出手相助，而女主则像是站在他身后的影子，缺少了真正的独立性。这种设定让人感觉她不像是一个凭借自身努力崛起的传奇女性，反倒更像是依附权贵，借助男主光环才能成功的角色，这与观众期待的大女主形象有所偏差。这并不代表这部剧没有亮点，整体来说它依然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好剧。但如果能在商战部分更深入，让女主更加独立果敢，相信会让这部剧更加出彩，真正达到让人回味无穷的程度。最近，杨紫正式公布了新剧家业的造型，引发了广泛关注。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，这部剧融合了非遗文化与商战元素，而原著小说的精彩程度甚至被不少书粉评价为比《国色芳华》更胜一筹，让人对剧集的呈现充满期待。家业以志墨记忆为核心，讲述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家族兴衰史。杨紫饰演的女主本是名门之后，却因朝政动荡，家族一夜衰败，从昔日的荣光跌落至生存困境。面对家道中落，她没有选择屈服，而是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，毅然走上了志墨传承之路。然而，这条路并非坦途，不仅要面对家族内部的质疑和不信任，还要在外部商界的激烈竞争中寻找立足之地。在众多强敌环伺的局势下，他一步步摸索、成长，以智慧和胆识闯出一片天地，最终在风云变幻的商战中成为一匹黑马，扭转家族命运，实现真正的崛起。这部剧不仅仅是一场关于财富与权谋的较量，更深层次地探讨了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匠人精神的坚守。在现代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，如何守住祖辈的技艺，如何在创新与传统之间找到平衡，是女主在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面对的挑战。而她的故事也将成为一代新商人的缩影，展现出女性在商界的智慧与魄力。作为主演，杨紫的选角无疑让人充满信心。她擅长演绎成长型角色，能够细腻地展现人物从迷茫到坚定，从弱小到强大的蜕变过程。结合她以往在情感戏与职场戏中的出色表现，可以期待她会赋予这个角色更多层次感和感染力。无论是小说的好评度，还是题材的独特性，家业都具备成为精品的潜力。这部剧不仅有紧张刺激的商战元素，还融入了中华非遗文化的魅力，既有时代变迁的宏大叙事，也有个人奋斗的热血成长。可以预见，这将是一部既有深度又具看点的作品，值得期待。在《国色芳华》中意犹未尽，没看够杨紫商战戏份的观众们，这次真的有眼福了。他的新剧家业，从剧名就能看出核心主题围绕事业展开，商战戏份必然是全剧的主旋律，女主的成长与奋斗将成为最大看点。相比于《国色芳华》中商战篇幅较少，更多聚焦于情感线的设定，家业则更加专注于女主在商场中的崛起之路。这一次，杨紫饰演的女主并非依赖任何人，而是凭借自己的智慧和魄力，在竞争激烈的商界中闯出一片天地。她不仅要面对外界的强敌环伺，还要承受家族内部的质疑和传统势力的掣肘。在夹缝中求生存，在风云变幻的商业斗争中成长，她的每一次决策都可能决定家族的存亡。而这正是商战剧最吸引人的地方，权谋博弈，尔虞我诈，步步为营，充满了紧张与刺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家业并非一部单纯的商战剧，它还融入了非遗文化的传承元素，使整个故事更具厚重感和文化价值。女主从家族衰败中崛起，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成功，更是为了守护百年技艺的传承。
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坚守传统，又如何在创新中求发展，这不仅是他要面对的课题，也让剧情更具深度和现实意义。杨紫向来擅长演绎成长型角色，她能够精准捕捉角色在不同阶段的心理变化，从初入商场的青涩懵懂，到经历风雨后的果敢沉稳，她的表演必定会赋予角色更多层次感。而在强节奏、高对抗的商战环境下，她又将如何诠释一个独立坚韧的女性企业家？这无疑让人更加期待。家业无论是题材设定，还是商战的戏剧张力，都比国色芳华更进一步。如果说国色芳华只是商战的前菜，那么家业才是真正的主菜。对于喜欢看杨紫职场博弈、权谋角逐的观众来说，这部剧一定不容错过。不过，这部剧让人稍感遗憾的一点是男主的选角韩东君。虽然他在许多作品中表现不俗，但对于这样一部聚焦商战和非遗传承的剧集来说，总觉得他与角色的契合度稍显不足，似乎缺少了一些商战剧所需的沉稳和气场。这不禁让人担心，他能否与杨紫形成足够强的化学反应，撑起这部剧的核心戏份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韩东君曾凭借《无心法师》系列为观众熟知，而杨紫的古装剧形象同样深入人心。两人此次搭档，难免让人担忧是否会带来一丝《无心法师》续集的既视感，尤其是如果剧中的感情戏处理不当，可能会削弱商战主线的紧张感，使剧情重心偏离。不过，也正因为他们此前从未合作过，这种新鲜感或许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毕竟，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往往是最难预测的部分，万一两人碰撞出了独特的火花，也可能成为该剧的一大亮点。从演技层面来看，韩东君的表演风格偏硬朗、阳刚，擅长塑造热血型角色，而杨紫则以情感细腻、共情力强著称。这样的组合，理论上能够形成刚柔并济的效果。如果剧本设定得当，让两人的角色形成鲜明的个性对比，比如男主沉稳冷静、运筹帷幄，女主聪慧果敢、敢闯敢拼，或许能让故事更加生动立体。关键就在于编剧如何安排两人的互动模式，以及导演如何调度两位演员的表演，让他们的对手戏更具吸引力。当然，最终呈现如何，还得等剧集播出后才能见分晓。演员的契合度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演技实力，更取决于剧本、导演的调度以及整体的剧情氛围。即便一开始观众对这个组合有所质疑，但如果剧情扎实，人物塑造得当，两人完全有可能带来令人惊喜的化学反应。对于杨紫来说，她的表演向来有很强的适配性，能够与不同风格的男演员产生不一样的化学效应。因此，与韩东君的合作也许会是一场颠覆观众期待的尝试。无论如何，家业本身的剧本质量、商战戏份的呈现才是最终决定剧集成败的关键。只要剧情足够吸引人，即便演员阵容不是最初的理想选择，也仍然有机会打造出一部高质量的佳作。所以，不妨保持一份期待，看看杨紫与韩东君的首次合作能否带来别样的惊喜。